Hello，各位網友大家好。攞把刀攞支槍搶劫就見得多啦，嗰啲係啲粗人嘅做法。今日同大家分享一個斯文人搶劫嘅真實案例。一個福建嘅資本圈，佢哋係點玩㗎？先開3間空殼公司，經營範圍都係做 IT 科技嘅。內地銀行就最中意呢種類型㗎啦，重點扶持。A 公司咧係搞編程嘅，搞軟件嘅；B 公司咧就生產硬件嘅；C 公司咧就做系統集成嘅。唔知你哋有冇聽過呢種玩法啊？呢3間公司咧表面上就毫無關係嘅，佢哋嘅辦公地址咧特登就唔喺同一個城市嘅，法人股東都唔一樣，但係實際上咧背後就係同一班人喺後台操作。喺開始行動之前呢，先搭好個雞棚，樣樣做到足。正常招人、發工資、交社保、行政手續、簽合同、搞生產、開發票、立足稅，盤賬做到靚靚仔仔，滴水不漏，企企理理。你工商稅務去查賬嘅話，基本上係睇唔出有咩問題嘅優質企業。跟住就係呢3間公司之間嘅各種業務往來，賭貨買賣，頻繁嘅資金流動，製造業務流水。A 公司咧將編寫好嘅軟件程序組件通過快遞就送到 B 公司，B 公司咧按照軟件嘅要求生產出硬件設備，實打實咁運到 C 公司做各種測試，物流單、簽收記錄全部保留得整整齊齊，就算商業罪案調查科去到都揾唔到咩破綻嘅。就係咁老老實實咁經營合作咗2年。大家都知道 IT 公司咧前期都係蝕錢嘅，要投好多錢落去嘅，所以呢3間公司咧睇落去咧雖然就仲未盈利，不過盤數咧就做到好靚仔，睇落去就好有前途。3間公司喺銀行嘅資金流水往來，經過3年左右嘅時間，就會去到2個億。反正就對住銀行貸款嘅要求嚟做，乾淨企理，仲攞埋好多行業好評，國家評上高新技術企業。嗱，呢個高新技術企業嘅評級咧，含金量係好高嘅。呢啲咁嘅評級又花錢又花時間去搞關係先搞到翻嚟嘅。OK， 萬事俱備，時機成熟，開始收網啦。A 公司打頭陣，攞住同 B 公司簽訂嘅軟件開發合同，同 C 公司簽訂嘅系統集成嘅單據，仲有2000萬嘅納稅證明，直接揾銀行傾，開口就要5000萬嘅科技貸款。咁銀行一 check 有合同有流水，業務邏輯通暢合理。實物擺在眼前，稅務乾淨，優質企業，批，行長簽名，放款，錢一到賬，銀行呢條大魚呢就徹底上釣啦。好戲啱啱先開始佢哋又升級玩乾坤大挪移啦。A 公司呢將貸出嚟嗰嚿錢呢就攞去向 B 公司購買設備，而 B 公司呢收到錢之後呢就將錢支付俾 C 公司。話係技術服務費。C 公司呢轉頭又將呢嚿錢支付翻俾 A 公司，美其名曰軟件開發費用。成個邏輯非常清晰嘅，每一筆錢嘅轉入轉出都帶住合同、發票、銀行流水嘅記錄，看似同正常生意冇咩分別。呢班財團呢好熟悉銀行嘅監管機制嘅，佢哋做足晒功課。有時候仲要特登將錢放喺第三方賬戶裏邊，放一段時間先，避免快進快出，人為製造交易嘅時間差。呢班資本家呢，靠住呢套循環，3間公司分別同唔同嘅銀行裏邊貸款，成功套現1.5個億。你以為就咁就算啦？未啊！之後就開始業績造假。讓 B 公司咧簽訂一份海外訂單，價值8000萬，再讓 C 公司咧
攞下某央企嘅智慧城市項目，為咗更加逼真，製造虛假嘅海外客戶郵件、中標通知書，會計師事務所出具咗權威嘅審核報告，然後再將呢啲文件遞俾銀行睇。銀行一睇，哇，犀利啊！一年之間營收翻咗3倍，簡直係優質潛力股啊！跟住啊，調翻轉頭咯，銀行就怕呢啲咁優質嘅客戶流失啊，輪到銀行想氹住個客啦，怕佢俾其他銀行搶走啊！老細，你哋嘅貸款額度提高3倍，咁你瀨嘢啦，開始收網轉移。通過虛假嘅技術協議，將資金以服務費、設備費嘅名義分散轉到全國唔同地方嘅10幾個人嘅賬戶上面，再經過地下錢莊同埋加密貨幣洗白，最後流入到東南亞嘅離岸戶口裏面。OK， 當啲資金轉移得七七八八嘅時候，要善後啦。佢哋就開始玩起不良資產嘅套路。低價收購幾間瀕臨破產又冇咩大債務嘅公司，將 A、B、C 3間公司嘅資產及其債務裝入嚟，包裝成新興產業併購項目，賣俾上市公司接盤。等上市公司發現俾人呃咗嘅時候，A、B、C 3間公司早就人去樓空啦。你能夠揾到嘅只係3個掛名嘅法人。咁可能有人會問啦，點解唔拉佢哋呢？但係實際上呢件事件要追責起身冇咁簡單嘅。點解呢？因為佢哋註冊嘅公司都係有限責任公司，債務風險早就鎖死咗噶啦。每個人要承擔嘅只係嗰少少嘅註冊資金，而海外嗰啲設置咗咁多層嘅離岸公司中轉資金，核心資產呢早就通過家族信託轉移走晒噶啦。最後成套操作流程呢，就相當於將銀行成功打劫，將債務就留俾社會抹屎忽。咁點解呢啲資產運作要選擇 IT 公司、科技公司呢？因為內地呢係政策市，當佢高叫大力發展 IT 科技產業嘅時候，就會有好多優惠政策，然後各個部門、銀行嘅審批呢都會開晒綠燈，給予支持。其實呢個案例呢，只係冰山一角嘅啫，佢涉及嘅資金並不算大，幾億啫嘛。嗰啲福建嗰啲財團啊，玩呢啲套路好叻噶，所以依家國內好多企業呢，你以為佢虧損啊？冇錯，間公司確實係虧損嘅，但係嗰班老細呢，其實早就將資產轉移到海外噶啦。反而你喺 A 股上面睇到嘅營業報表做得好靚仔嘅公司呢，佢盤數隱藏住幾多爛賬、幾多假數啊，你都唔知啊。其實內地好多公司啊，通過會計師事務所整理出嚟交俾稅局，同埋喺股票軟件上面睇到嘅嗰份財務報表啊，與實際上嘅真實財務情況呢，完全係兩回事嚟嘅。所以如果你要玩內地 A 股嘅話呢，就要小心呢個問題啦。唔好俾你所睇到嘅財務報表呢呃咗，好多時候會出現明明業績顯示好好嘅公司，個股價呢就係唔升或者下跌。如果你係技術派，你睇住嗰啲 KDJ 線啊、MACD 線啊，覺得佢走勢好靚仔而去買入嘅話呢，你就好容易瀨嘢啦。因為呢啲咁嘅線條走勢呢，根本就係嗰啲公司呢通過做業績做出嚟嘅。做俾啲散戶睇嘅，就好似我舉呢個案例咁 ，A、B、C 呢3間公司呢，佢哋嘅數據就係套嚟套去，就係按住銀行嘅貸款要求度身訂造做俾銀行睇嘅。其實呢啲案例啊好多嘅，國內嗰啲銀行都唔知幾多呢啲咁嘅爛數堆積喺度啊。呢啲咁嘅蘇州屎啊，第日要點樣抹啊，冇人知嘅。OK， 今日分享到呢度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條片見啦，拜拜。